上一期我们讲的是个人级的网站封锁方法，这一期直接升级到企业级方案。你以为封网站靠软件就够了，但在公司 IT 眼里，那只是最低级的一层。真正的企业级控制是 DNS、主策略、防火墙3层联动，普通用户根本没见过完整形态。今天这个会员视频，我就带大家来拆解企业 IT 部门最常用的几种网站封禁方法。很多人以为访问网站的时候，浏览器是直接连接网站的，其实不是这样的。真实的流程是，浏览器向 DNS 服务器发起 DNS 查询 ，DNS 服务器返回 IP 地址，把这个 IP 地址返回给浏览器，浏览器获得 IP 地址后，再根据这个 IP 地址来访问真正的网站。那如果 DNS 不给这个浏览器 IP 地址呢，那这个网站根本就打不开了。那这就是企业最喜欢的第一层封锁。所以企业就可以通过策略为所有 Windows 设备统一部署带不良网站过滤能力的安全 DNS 服务器，这样当终端访问违规站点时， DNS 服务器不会返回其真实 IP， 从而直接拦截访问，实现统一网页过滤管控。现在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操作。我们首先打开 Windows 设置窗口，然后点击左边的网络和 Internet。那在右边，如果你要是有线连接，就是以太网这个选项；如果是无线连接，就是 WiFi 这个选项。根据你的连接方式，点击这个选项后边的相应的箭头，打开这个页面，然后在这儿有一个 DNS 服务器分配的选项，我们点击 DNS 服务器分配右边的编辑按钮，在这个弹出框里边选择手动，把 IPv4 这个开关打开。然后在首选 DNS 和备用 DNS 里边分别输入这两个 IP 地址。那这两个 IP 地址是一个叫 AdGuard 的这么一个安全网站提供的公开免费的 DNS 服务，它的作用是屏蔽广告域名、屏蔽追踪器域名、屏蔽恶意网站域名。以后你在这个电脑上使用浏览器访问一个网站域名的时候，它就会先去这两个 DNS 服务器去获取这个域名对应的 IP。如果是访问恶意网站或者是广告网站，那它就不会把这个 IP 返回给你这个浏览器，那也就访问不了那个网站了。那我们这里可以先做一个实验，我们先把这个 DNS 改成自动 DHCP 获取，点击保存。那现在这台电脑就没有使用那个具备广告恶意站点过滤功能的 DNS 服务器。那现在我们访问一个广告网站或者恶意网站的时候，它的 IP 地址是能够正常的返回的。我们打开一个命令框窗口，在这里面运行命令 ping， 后边跟着的是一个广告网站的域名。那你看这个 ping 的时候，它会返回这个广告网站的 IP 地址，因为我们使用的 DNS 服务器是普通 DNS 服务器。那现在我们再来 DNS 设置里边，把 DNS 服务器的首选和备选都设置成我们刚才设置的那个具有广告网站恶意网站过滤功能的，点击保存。现在我们再在这个命令行窗口里边 ping 这个广告网站，你看现在返回的结果是 ping 请求找不到主机，那就说明这个域名是返回不了 IP 地址的，因为它是通过那个广告网站过滤 DNS 服务器来返回 IP 地址的，它把这个网址给过滤了。请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现在用的是哪个 DNS 服务器。如果 DNS 是第一道门，那么主策略就是第二道门。这套东西是企业 IT 最喜欢的，因为员工自己改不了主策略。那下面我就给大家来演示一下如何通过主策略来添加网站黑名单。我们先同时按住 Win 加 R 键打开这个运行窗口，然后在这里边运行 gpid 的 MSC 命令，点击确定，就打开了本地主策略编辑窗口。然后在这个里边左边点击计算机配置，点击管理模板，展开管理模板之后，下边会有一个 Microsoft Edge 的这么一个子项。如果你在这个管理模板下边找不到 Microsoft Edge 这一项，那么你就需要先在你的电脑里边安装一下 Microsoft Edge 的策略模板。首先你需要先去微软的官方网站去获取一下 Microsoft Edge Policy Templates.cab 这个微软 Edge 浏览器策略模板文件，然后双击这个文件，里边就是一个 zip 压缩包，右键单击这个 zip 压缩包，点击提取，选择好提取的目录，点击提取按钮。你看现在这个 zip 压缩包就提取到这个目录下了。我们在右键点击这个 zip 压缩包，点击全部解压缩，把它给解压缩出来。然后我们打开 Windows ADMX 这个目录，在这个下面有一个 MSH.ADMX 这个文件，我们右键单击，点击复制，
把这个文件复制到剪接板里。然后我们打开 C 盘的 Windows Policy Definitions 这个目录，在右键单击点击粘贴，把刚才复制这个文件粘贴到这个目录下。因为我已经粘贴过了，所以这里边已经存在了。我们现在再回到这个微软 Edge 策略模板这个目录下，这个下边的 Windows ADMX 子目录下有一个 ZH-CN 的目录，我们双击打开这个目录，拷贝一下这个目录下的 msh.adml 这个文件。我们再回到 C 盘的 Windows Policy Definitions 这个目录下，双击打开这个 ZH-CN 这个子目录，然后 Ctrl+V 把刚才拷贝的那个文件也拷贝到这个目录下。因为我原来拷贝过，所以现在已经存在了，我点击替换就可以了。需要管理员权限，点击继续。那这个文件我已经拷贝过来了。这两个文件都拷贝过来之后，你再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就应该可以在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下看到 Microsoft Edge 这个子项了。如果你还看不到，你可以把电脑重启一下，再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一定就能看到这个子项。我们点击左侧的 Microsoft Edge 这个子项，然后在右方点击设置，让它下边的子项按名称来排序，这样比较好找。下边有一个阻止访问 URL 列表的这么子项，双击这个子项。现在它的状态是未配置，我们选择已启用。在下边阻止访问 URL 列表，点击显示，在这里你就可以添加一下你要阻止的网站的域名，你可以添加多个域名。我们现在打开微软 Edge 浏览器，我们看这个必应的首页是可以显示的。现在我们把这个必应的域名添加到这个阻止 URL 列表里边，点击应用。我们再回到这个 Edge 浏览器，你看现在就显示已阻止此页面，这个页面就不能访问了。如果你使用的是 Google Chrome 浏览器，你想阻止 Google Chrome 浏览器访问某个域名的网址，那你就需要到这个本地组策略编辑器里边打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添加一个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管理模板。那这 Google Chrome 浏览器的管理模板的添加方法和 Edge 差不多，你需要先到谷歌官网上去下载一个 Policy 下划线 Templates.zip 这么一个压缩包，然后解开之后就是这个目录，打开 Windows ADMX 这个目录，里边有一个 Chrome ADMX， 复制这个文件，把这个文件拷贝到 C 盘的 Windows Policy Definitions 这个目录下。因为我已经拷贝过一个了，已经存在了，我们就可以替换一下。同理，我们把这 ADMX 下边这个 ZH-CN 这个目录下的 Chrome.ADML 复制过来，也拷到这个目录下相应的位置，也是替换掉。现在你重启电脑之后，你再打开本地组策略编辑器，就可以在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下边看到 Google Chrome 这个子项了。然后在右边有一个阻止访问网址列表，选择已启用，然后在这儿填入你要阻止的这个网站域名。那这样的话，在 Google Chrome 里边，这个网站域名也是不能访问的了。请你在评论区里告诉我，你最想屏蔽或者阻止的网站域名是什么？最后，感谢您的关注与支持，欢迎您在评论区里留言。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